这是一座令人匪夷所思的空陵。陵墓中不仅有着大量太监的墓碑、身份尊贵亲王的龙头碑，还有着西方耶稣天使的雕塑。那么，这座奇怪陵墓的主人究竟是谁？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很震惊。那么，究竟是谁把这些数量如此庞大、原本属于不同的主人、几个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地方的石刻，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运来这里呢？这难道与陵园的修建有着某种的联系呢？陵园南面正对着的这座大山叫做铁壁山。161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在这里对大明王朝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战役。萨尔浒战役是当时明朝军队兵分四路，准备围剿努尔哈赤，却最终被清太祖努尔哈赤用5天时间歼灭了将近5万名的明军，明兵大败。后来，这场战役成为了明亡清兴的关键转折点。刘卫东经过调查发现，在陵园正门神道两侧的这4尊文官武将石像，是明朝时期雕刻的。另外，在陵园侧门的文臣、武将、牵马小吏等石像，也全都是明朝时期的雕刻。那么，铁壁山背后的陵园，会不会是为了纪念萨尔浒大战中某位身份显赫的战死将领，而从北京运来明朝时期的石刻来修建的呢？然而，随后的发现却让我们更加的疑惑。在陵园神道的石阶两旁，竖立着一对10几米高的华表。这对华表造型为方锥形，顶部4面各出3角形尖，每面柱尖面都雕有一枚5角星的标志。这与我国传统陵园华表圆柱形的造型和雕刻丰富纹饰有着本质的区别，反倒是与西方一些纪念碑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在离石刻群不远的地方，竖立有3座龙头碑，中间最大的雕龙汉白玉石碑的背面，则刻着“和硕玉良亲王碑文”等介绍和硕玉良亲王生平简介的文字。尽量能拍多少是玉良亲王生于乾隆14年，其祖上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如此显赫的人物，北京陵园中的石碑怎么会不远千里来到东北的抚顺郊外呢？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石碑正面的文字早已被磨平了，而在玉良亲王龙头碑左右两侧石碑上的文字也同样被磨平了。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我们先前的猜测。由此看来，这个陵园应该不是为了纪念萨尔浒大战中某位战死的将领而修建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用清太祖努尔哈赤后代的石碑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那么，这个陵园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此时，确定陵园的修建年代是找到答案的关键。由于这里的石刻基本上都是来自北京，因此碑刻上的内容与这个神秘的陵园应该是毫无关系。在随后的探访过程中，
我们在陵园的四角又发现有炮楼的遗迹。陵园怎么还有炮楼呢？难道这里还肩负有作战任务吗？而炮楼的出现，也使我们对陵园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在记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我们从当地文物部门那里得到了一个意外而又吃惊的消息：我们可以进入陵园中坟冢下面的地宫进行拍摄。在当地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坟冢前地宫的入口。地宫共有3道门，长长的通道一直通向地宫的尽头。墓主人到底是谁？地宫中又会是怎样的景象？直到我们走入地宫中心，我们才发现，这里其实空空如也。石刻的棺床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巨大棺椁。此外，更让人不解的是，按照中国皇家帝陵规制修建的陵园地宫，墙壁上竟然有着西方宗教人物的雕塑。这座陵园为何会用太监王爷陵寝的石刻来修建？又为何会有西方宗教人物的雕塑？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